2026年第一季度，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迎來了自冷戰初期以來最劇烈的一次轉換。在實施狂怒行動這場針對伊朗的大規模軍事干預進入白熱化的背景下，美國行政當局正式向國會提交了一份令人瞠目結舌的2027財年國防預算草案，總額高達 1.5 萬億美元。1.5 萬億，它比上一財年激增了約 44%。這不僅是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軍事擴張，更是一份關於美國重返戰時體制的公開宣言。為了湊齊這筆錢，行政當局展現了近乎冷酷的決絕，大幅削減國內非國防開支，環保局預算被砍掉一半 ，NASA 縮減了1/4。更具象徵意義的是，五角大樓正式更名為戰爭部，它向全世界傳遞了一個清晰且危險的信號：美國已經完成了從維持防禦到準備打贏高端戰爭的心理跨越。然而，在這 1.5 萬億的真金白銀背後，美軍到底在焦慮什麼？對於台灣而言意味着什麼？本期視頻，火力軍不僅要扒開這 1.5 萬億背後的真實流向，更要去解密這個數字賬單背後究竟有着什麼樣的秘密。翻開這份天價預算清單，如果我們仔細尋找，會發現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那個被美軍視為珍寶的 F-17項目，也就是下一代空中優勢計劃。這一次，五角大樓為 F-17直接砸下了約50億美元的真金白銀，這意味着這款單機身價高達3億美元的第6代戰機已經徹底撕掉了實驗室裡的圖紙偽裝，正式邁入了總裝與早期生產的快車道。美軍之所以火急火燎地推進這個燒錢黑洞，原因很現實，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在面對如今對手日益嚴密的反介入與區域拒止體系時，哪怕是曾經不可一世的 F-2猛禽，也開始顯得力不從心了。不過，可別以為 F-17只是個只會瘋狂燒錢的孤膽英雄。我們來算一筆賬，隱身戰機性能再強，也經不起高烈度大國衝突的瘋狂消耗。所以，在這份預算裡，有一筆近10億美元的巨款，悄悄流向了另一個看似不起眼，實則致命的項目——協同作戰飛機。這是美軍作戰思維的一次徹底顛覆。這上千架被稱為忠誠僚機的半自主無人機，未來將把 F-17當作空中的航天母艦。打仗的時候，這些廉價的無人機像狼群一樣衝在最前面充當誘餌，而昂貴的 F-17則躲在絕對安全的暗處進行算力壓制和火力指揮。這種精銳大腦加海量耗材的組合，標誌着美軍正式告別了單打獨鬥的英雄時代，徹底進入了分布式殺傷的狼群時代。與此同時 ，B-21突襲者隱身轟炸機的預算也開始向大規模量產傾斜。美軍的目標非常赤裸，打造一支不少於100架的隱身轟炸機群，作為在全球範圍內實施降維打擊的終極保障。但是，天空中的獵殺網織得再密，就能讓對手徹底屈服嗎？顯然不夠。如果我們将視線從平流層潛入深海，你會發現，在海軍的賬本裡，哥倫比亞級彈道導彈和潛艇享受着絕對的頂級 VIP 待遇。作為美國核三位一體中最隱蔽也最致命的一環，它的生產速度被直接拉滿到了國家最高優先級。在 1.5 萬億的大盤子裡，這哪裡是在造一艘潛艇？這分明是美國在為自己的大國地位購買一份極其昂貴的威懾保險。除了這些深海巨獸，海軍還把海量的美金砸向了各種無人艦艇。這背後是美軍分布式海上作戰理論的全面落地。他們不再迷信那種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的單一航母戰鬥群，而是試圖通過成百上千艘攜帶垂直發射系統的小型無人艦艇，把火力像撒胡椒面一樣散布在廣袤的太平洋上。這種化整為零的戰術極其陰險。它能讓對手射程極遠的遠程反艦導彈瞬間失去高價值的打擊目標。與此同時，弗吉尼亞級攻擊核潛艇依然維持着每年2艘的穩定採購速率。這些水下幽靈的任務極其純粹，在深海構築一道密不透風的圍牆，保護脆弱的海底基礎設施，並隨時準備切斷對手的海上命脈。到這裡，海空軍的布局已經足夠讓人窒息了。但是，光靠海空軍在廣袤的太平洋上游弋，美軍就能在未來的高端局中徹底鎖定勝局嗎？五角大樓高層清醒得很，在這筆龐大預算的陰影深處，一個曾經在反恐戰爭中被戲稱為全球治安大隊長的兵種，正在被迫經歷一場堪比壯士斷腕的轉型。沒錯，這就是美國陸軍。如果你翻開這本賬冊，你會驚駭地發現，錢不再流向那些用來佔領地盤的笨重裝甲機群，陸軍直接掀翻了自己延續100年的祖宗之法，把幾乎全部的籌碼都壓在了遠程精確火力上。PRSM 精確打擊導彈和暗鷹高超音速導彈成了他們的新寵。這意味着未來的美國陸軍將徹底轉型為一支專注於陸基反艦與跨海下打擊的導彈部隊。他们妄圖把海馬斯火箭炮和高超音速發射車像釘子一樣死死扎在第一島鏈的每一個角落，
化身海戰中最冷酷的海上狙擊手。並且針對近年來局部衝突中無人機泛濫的血淚教訓，陸軍在反無人機系統上的投入也迎來了暴漲。高能激光、微波武器不再是科幻名詞，開始直接下放到連級單位。因為美軍明白一個殘酷的現實，如果擋不住幾千美金的自殺式無人機，那幾千萬美金的坦克裝甲就只是一堆廢鐵。裝備和體制都有了，但未來戰爭的胃口遠不止於此。整份預算中最能體現這套戰士動員色彩的是關於彈藥採購那龐大到令人啧舌的數額。LRASM 遠程反艦導彈、JSSM-ER 遠程空對地導彈、AM-260 聯合先進戰術導彈，這些代表着毀滅的名字正在擴產訂單中瘋狂刷屏。美軍正在全速啟動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彈藥儲備計劃，因為五角大樓已經做出了相對悲觀的判定，未來一旦爆發衝突，絕不會是幾周就能結束的輕鬆閃電戰，而注定是一場高強度、長時間、極其消耗資源的工業化绞肉機。這一筆筆巨額經費的流向，已經為我們勾勒出一幅清晰的未來戰爭圖景。那是一個由隱身機群在雲端指揮無人蜂群，由深海和潛艇提供最終威懾，由陸基導彈死死鎖住海峽節點，並由海量精確彈藥源源不斷支撐的鋼鐵世界。但這還不是最瘋狂的，在這些能夠被常理理解的常規武器之外，這份賬單的最深處還隱藏着幾個足以徹底顛覆戰爭物理維度的異類。這些如同科幻巨獸般武器的出現，究竟是政客們為了選票而搞出的短暫政治作秀，還是這個偉大帝國在感受到威脅後亮出的終極底牌？如果說基礎預算是美軍的肌肉，那麼在2027財年預算中首次露面的幾個核心項目，就是美軍準備用來終結比賽的鐵錘。在這份預算案中，最讓全球海軍將領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一個代號為 BBGX 的項目。是的，你沒聽錯， BB 代表戰列艦。美國海軍在2027財年申請了10億美元的前期資金，用於設計並建造首艦無畏號。這標誌着在退役了30年後，戰列艦這種鋼鐵巨獸終於重返藍天白雲下的海洋。但這款被非正式命名為特朗普級的戰列艦，絕不是二戰時期那種只靠大炮說話的舊時代產物。首先是它那令人窒息的平台規模。根據披露的技術規格，特朗普級戰列艦的排水量預計在3萬到4萬噸之間，它是現役阿利伯克級驅逐艦的3倍以上，是自二戰結束以來人類建造的最大最沉重的水面戰鬥艦艇。為什麼要在追求分布式殺傷的今天反其道而行之去造一個巨大的目標？答案藏在它的能源屬性裡。特朗普级採用了由朱姆沃尔特級演变而來的綜合電力系統，它不是一艘船，它是一個漂浮的兆瓦级發電站。之所以需要這麼龐大的體量，是因為它要承載那些常規驅逐艦根本帶不動的電能吞噬者。它的5倍系統堪稱暴力美學的巔峰，一門32兆耳的電磁軌道炮，2枚功率高達600千瓦的高能激光攔截器。這種激光器開火一次的成本只有幾美元，卻能瞬間燒毀成群結隊的無人機或反艦導彈。更令人膽寒的設計在於它的垂發陣列，除了128單元的標準 MK41 垂直發射系統外，它還額外配置了12個專門用於發射中程常規快速打擊高超音速導彈的大型舸艙，甚至它被內定為新一代海基核巡航導彈的發射平台。它的存在本質上是為了解決提康德羅加级巡洋艦退役後留下的火力真空，更是為了給對手制造一種無法被擊沉的帝國壓迫感。视線轉回平流層，在 1.5 萬億的賬單中， F-47及 NGAD 項目的50億撥款實際上是用來完成這架6代機的最後臨門一腳。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細節，2025年底，美軍內部流出了一枚 F-47系統管理辦公室的臂章，圖案是一只展翅的鳳凰。這不僅僅是一個圖騰，在美軍的語境裡，鳳凰代表着重生。營運了 NGAD 項目在經歷多次預算危機後，終於在特朗普政府手中起死回生。臂章下方刻着一行拉丁文，翻譯過來是：我們克服，我們堅持，我們歡慶。如果說戰列艦和6代機是進攻的艦，那麼預算中撥給太空軍的710億美元，則是為了打造一面名為黃金穹頂的終極之盾。行政當局為這個計劃申請了175億美元的專項資金，它不再是那種部署在地面反應遲鈍的攔截彈，而是冷朝時期星戰計劃的21世紀復活版。黃金穹頂的核心是一個由數千顆低軌衛星組成的攔截網絡，這些衛星搭載了極其靈敏的紅外傳感器和動能攔截器。當敵方洲際導彈升空，處於最脆弱的助推段時，太空中部署攔截器就會像獵鷹一樣俯衝而下，通過純粹的撞擊動能，在導彈還沒飛出大氣層前就將其摧毀。1.5萬億的怪獸級預算絕對不是憑空變出來的。在經濟學中，任何大規模的擴張都意味着在另一個維度的剧烈收縮。為了餵飽那些昂貴的6代機、電磁炮戰列艦以及天基攔截網，美軍正在逐步拋棄阿帕奇、智努幹、黑鷹等王牌裝備。
火力軍這裡想弱弱問一句，美軍不要能不能給我？運費就靠大家多多點讚了。剛才我們看到了陸軍為了買新導彈瘋狂砸錢，但其實相比於他們親手揮刀砍掉的預算，這點增幅簡直就是杯水車薪。那些過去幾十年在反恐戰場上風光無限的大明星裝備，哪怕到現在依然極具威懾力，卻被五角大樓毫不留情地打上了一個血淋淋的紅叉。這其中有一份由新任戰爭部長皮特·海克塞斯親自簽發的備忘錄，裡面的措辭直接讓整個陸軍高層感到徹骨的心寒。他給出的指令極其冷酷，陸軍必須徹底放棄所有在未來高端衝突中無法生存的遺留系統。這把火燒得最旺的地方，就是陸軍有人駕駛航空兵的斷崖式墜落。我們來看幾組觸目驚心的數据。大名鼎鼎的 H-64 阿帕奇武裝直升機，採購預算從去年的 3.6 億美元，被一刀暴砍到了可憐的150萬美元。UH-60黑鷹直升機從9個億直接腰斬後，腰斬再腰斬，剩下了區區的390萬，甚至連負責戰場動脈運輸的支弩幹也被強行縮減了2/3。砍掉這麼多錢都拿去幹嘛了？答案是一場無人化革命。在那個被稱為2027部隊設計的瘋狂框架下，原本用來買阿帕奇的巨資，現在如潮水般流向了像伐木工這樣的 Group 3級自殺式無人機。這玩意兒簡直就是空中的獵犬，它利用 AI 進行自主目標檢測，單價極低，低到能夠以成千上萬的數量直接塞滿每一個連擊單位。這說明美軍的底層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位移，他們不再迷信讓一個培養成本極高的金貴飛行員去執行那種九死一生的低空支援任務。現在的打法是讓地面上的每一個排，甚至每一個班，兜裡都揣着一支隨時可以鋪天蓋地砸向對手的自殺式蜂群。這種分布式高消耗的冷酷打法已經被五角大樓認定為陸軍在未來修羅場中活下去的唯一路徑。當然，要想跑得快，還得卸包袱。陸軍那幫一直被罵官僚臃腫的指揮機構，同樣沒能幸免。未來司令部直接跟訓練和教條司令部強行合併，這意味着美軍正在給自己動一場大手術，生生切除掉多余的層級，把從 PPT 圖紙轉化為真實戰鬥力的速度拉到極限。但是請注意，這場大變局中最深刻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不是冷冰冰的武器，而是活生生的人和背後的體制。隨着國防部正式扯下和平的偽裝，換回戰爭部這個古老而血腥的稱謂，美軍內部正在掀起一場波及全軍的文化洗禮。戰爭部頒布了一項名為恢復武士氣質的鐵腕政策，第一刀就砍向了軍隊內部那些所謂的多元、平等、包容項目。從2026年起，美軍甚至直接掐斷了與哈佛、耶魯等常青藤名校的所有高級軍官進修項目。為什麼這麼幹？戰爭部的理由極度直白且刺耳，這些項目太關注社會工程，反而磨滅了軍官的現實主義根基和批判性思維。說白了，美軍現在不需要政客，他們正在急不可耐地找回那種最純粹、最冷酷的杀戮本能。而為了支撐起這種野獸般的本能，他們甚至把整個採购系統也給推倒重來了。以前那套系統因為繁瑣的合規審查，簡直就是技術創新的墳墓。現在呢，新建立的戰爭採購系統只有一個核心考核指標，那就是交付速度。那些新上任的投資組合、採購執行官手裡握着近乎獨裁的生杀大權，他們可以直接繞開冗長的法律程序，為了趕進度，甚至不惜犧牲部分性能指標。因為在2026年這個節骨眼上，美軍已經徹底悟透了一個道理：一款打80分但明天就能拉上戰場的武器，絕对比一款100分但要等10年才能變現的 PPT 更具威慑力。講到這裡，火力軍已經累了，不是火力軍囉嗦，而是因為美軍那些震撼的改革居然還沒完。這份 1.5 萬億預算中，還有一個最具戰略眼光也最高效的布局，藏在一個叫經濟防禦局的新部門裡。美軍發現了一個致命的軟肋，因為長期的去工業化，美國的彈藥產能已經萎縮到了極其危險的邊緣。於是經濟防禦局出手了，他們的核心玩法就是直接引入華爾街的金融槓桿，拿政府的資金做誘饵，去對冲私人資本走進軍工領域的風險。通過先期市场承諾和多年期的固定死合同，美軍正在拿着鞭子把私人資本趕回炮彈生產線，趕回關鍵礦產的開採與加工廠。這本質上就是用經濟手段給美國重塑一條不受任何外部制裁影響的戰時工業大動脈。這一系列從裝備到體制，從文化到經濟的剧烈重組，已經赤裸裸地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美軍已經徹底厭倦了當一個四處和稀泥的世界警察，他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把自己回爐重造，打造成一台純粹為了打贏終極對抗而生的國家戰爭機器。那麼問題來了，當這台由 1.5 萬億美金徹底餵飽、塞滿 AI 和激光、被徹底激活了殺戮本能的戰爭機器全速啟動時，它未來的戰略矛頭究竟會毫不留情地指向哪一個坐標？
當這台機器被1.5萬億的經費徹底餵飽，全速運轉之後，它究竟想幹什麼？這厚達數千頁的賬單，絕不僅僅是五角大樓用來買一堆鋼鐵和芯片的購物發票。這其中最真實的第一層邏輯，就是徹底拋棄貴族戰爭。過去30年，美軍身上最大的標籤是什麼？是昂貴和嬌氣。為了追求極致的技術代差，他們能造出單價20億美元的 B-2幽靈轟炸機，但在高烈度的大國對抗面前，這種貴族式的玩法其實極其脆弱。因為你手裡就那麼幾十架飛機，一旦被打掉幾架，整條戰線就得當場崩潰。所以這份預算案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美軍正在親手砸碎這個舊時代。你看，雖然 F-47依然貴得離譜，但預算裡那10億美元的協同作戰飛機項目才是他們真正的勝負手。但是這幫鋪天蓋地的無人機和導彈要飛向哪裡？如果仔細把這 1.5萬億的賬單翻一翻，會發現一個極其可怕的現象：所有拿到重金撥款的核心項目幾乎都在死磕一件事——距離。不管是作戰半徑直接翻倍的 F-47，還是能像幽靈一樣潛伏在深海的哥倫比亞級核潛艇，或者是陸軍手裡那些射程高達上千公里的 PSM 精確打擊導彈，他們戰爭設想絕不是像現在美伊之間的大規模地面戰爭，而是無論敵人是誰，都要有遠距離拒殺的能力。這 1.5萬億美元的預算已經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個清晰且殘酷的未來。美國已經徹底撕下了偽裝，他們正試圖用這筆天文數字般的投入，在全維度重新拉開與全球玩家的代差。這種不計後果的瘋狂擴軍，對全球戰略平衡來說，無疑是一場10級大地震。那麼，當美軍這台裝滿 AI 與激光的 1.5萬億狂暴機器全面激活，對於作為全球最大最先進的芯片生產的台灣，又有什麼影響呢？美軍對協同作戰飛機和自殺式無人機蜂群那近乎病態的投入，這對台灣究竟意味着什麼？長期以來，台灣如果硬走傳統空天作戰路線，不僅極其燒錢，而且在面對未來的飽和攻擊時，容錯率幾乎為0。但現在美軍預算徹底導向了低成本、高消耗的耗材戰術，這簡直是為台灣量身定制。美軍甚至在預算裡直接為無人機生產線開了綠燈，這意味着那些高新技術的無人機技術和產能會以極快的速度在島內擴散。未來的海峽上空，那將是成千上萬架廉價無人機編織成的一片鋼鐵迷霧。但是光有天上的迷霧還遠遠不夠。當美軍海量的資金砸向分布式海上作戰和全域指揮控制系統時，台灣的地理價值被成倍的放大了。在美軍的算力中心裡，台灣部署的鋪路爪雷達和陸基反艦導彈正被強行併入美軍的實時數據網。當美軍的無人艦隊在公海游弋時，他們隨時可以共享台灣的雷達視野，而台灣的導彈陣地也可以在美軍衛星的上帝視角下對目標進行精確點名。這種令人毛骨悚然的體系嵌套，直接把這座孤立的島嶼變成了美軍最致命的發射架。裝備和戰術都武裝到了牙齒，但依然不夠保險。對台灣有着關鍵作用的就在那個經濟防禦局裡。台灣是全球半導體的心臟，美軍通過金融槓桿強行重塑軍工產業鏈，表面上是保自己，其實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深度的利益鎖死。試想一下，當美國6代機的 AI 大腦，當那些海量的精確制導彈藥全都離不開台灣這條供應鏈時，這是直接關乎這 1.5萬億戰爭機器能不能運轉的生死產業線。最後，那位新任戰爭部長帶來的交付速度唯一論更為關鍵。以前台灣買武器10年等一回，現在在戰爭採購系統的特權下，那些急需的導彈、電子戰設備將以不講道理的速度瘋狂運抵島內。加上美軍那套摒棄繁文縟節、只求殺戮本能的武士氣質訓練，正源源不斷地傳導過來。這一切都在證明一件事：美軍絕不是在搞什麼孤立主義，他們正通過技術外溢、數據嵌套和產業鏈鎖死，將台灣鑲嵌進了全球防護的體系裡。台灣拿到這 1.5萬億美金的最大紅利。1.5萬億美元，如果把這筆錢堆在一起，它能填滿好幾個足球場。但在五角大樓或者說剛剛改名的戰爭部眼裡，這僅僅是進入未來戰場的一張門票。回顧整份預算，我們會發現，美軍正在進行一場人類歷史上最瘋狂的豪賭，因為他正在親手拆解自己過去30年的成功經驗。為了餵飽昂貴的6代機、激光戰列艦和天基攔截網，美軍不惜對自己最引以為傲的陸軍航空兵進行截肢，不惜砍掉其他部門經費，甚至不惜讓曾經象徵着探索精神的 NASA 為戰爭機器讓路。這是一種近乎偏執的生存邏輯。如果不能打贏未來的高端戰爭，那麼現在的繁榮都只是沙灘上的城堡。而美國的賭注又是冷靜的，是因為它精準地抓住了時代的脈搏。那枚帶有鳳凰圖案的臂章，不僅代表着 F-47的重生，更代表着一個超級大國在感受到威脅後，那種令人脊背發涼的自愈與擴張能力。對於整個世界而言，這份預算更像是一個劇烈震盪的信號。美國過去的溫情脈脈已經徹底結束。
當戰爭的邏輯從人與人的對抗升維到算法與算法的較量時，美軍已經揮舞着 1.5 萬億的支票，率先跨過了那道名為戰時體制的紅線。這是一份寫給未來的關於生存與霸權的宣言。好了，關於這 1.5 萬億美金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改制後的美軍，誰還有資格做他的對手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